想象。换上了新人眼光，才会知道默契可以培养。我们并不一样，却能互相给对方力量。都曾无解失望，也曾怀疑感伤，还是遇见真的心，用爱一起分享。别害怕去梦想 ，Never give up 向前闯。世界上没失败，除非你认输投降。别害怕去梦想，倾听内心的愿望。就算碰到阻挡，也一定会天天都有成长。现在就要出发，未来才能抵达。汗水和眼泪在飞扬，你努力的模样多么漂亮。带着勇气前往，拒绝半途返航，执着是我们的信仰。要用好的倔强，朝远方飞翔。那你去过学生家里做家访吗？好，除了住校生可以在班亲会的时候跟家长面谈之外，对于住在花莲的学生，想要了解学生的家庭气氛跟生活环境，我想没有比做家访更快、更直接的方式了。我知道啊，可是啊，我最想去家访的学生总是最不配合。那倒是，我以前也有过类似的经验。可是这更显示了学生的家庭环境或是亲子关系可能有问题，那就更要去做家访了。我想，你指的不配合对象应该是雅文跟雅迪吧？对啊，我一直联络不上雅文的阿妈和小舅，他妈妈又住在马来西亚，短期间也不可能回台湾。至于雅迪，他爸妈也婉拒我去家里拜访，只说要来学校找我，但是到目前为止也没看到人。除了家里工作忙以外，好像也是因为有长辈住院，一时之间忙不过来。好，各位同学，现在停笔，每一排排长把考卷收上来。谢谢校长。我会不会是开学以来家长投诉最多的老师？什么10年树木，100年树人？我看再这样下去，我连1年都撑不了。想跟我没那么容易。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门没关，请进。曾老师，要不要喝饮料？也许我真的不适合当老师吧。我也知道做事情人和很重要，可是我就是办不到。跟家长沟通不良，通常跟经验还有个人个性有关系。如果你自认个性急、讲话冲，不妨试试看，用联络部作为沟通的管道。联络部？是啊，在我带的班，联络部就是我自己设计的哦。只要充分利用，联络部可以是亲师师生之间的桥梁。我甚至会把需要家长配合的事项，还有为什么这么做，以及最近班上发生的一些状况，再加上我自己的一点心得，以每周一信的方式跟家长分享，效果也不错哦。可是我文笔不好，万一词不达意怎么办？你放心，越写就会越顺的，就当做是写信嘛。只要你心是诚恳的，对方一定可以感受得到。难道你不觉得，即使是鼓励或是道歉，用文字写的都比用说的来得有感情吗？好像是哎。啊，这样好了，下个礼拜我带我以前班级的联络部来给你做参考。太好了，谢谢。慢慢来，没有人天生就会当老师的，像我，也是经过好几次阵痛才有今天的啊。曾老师，为什么我觉得跟你讲话都会觉得好舒服哦？我觉得你真是一个很有自信的人哎。那不是雅文，从开学以来你请多少假？这样下去还得了？不过林倩如的出席状况一直都很不正常。你是她的班级老师，希望你可以多多开导她。雅文，学友昨天刚才训过我，我跟你说过我生理痛嘛。我不是要来训你的。你说你生理痛，吃药了吗？每次生理期都会痛。有空的话，去保健室一趟，给护士阿姨看一下，看有没有办法减轻疼痛，或者是请她给你个热敷袋，要不然就请医生看一下，看可不可以开给你什么止痛药之类的。老师会找时间去帮你买四物汤给你喝。快去上课吧，记得有时间要去保健室哦。怎么样？昨天晚上曾老师给了你什么建议？你看到啦？那你怎么不过来？我没有什么问题要问的啊。也对，你已经有4年教学经验了，不像我还那么容易紧张。哎，不过不问问题，你可以过来聊天啊。宇轩，我跟你讲哦，我发现啊，曾老师其实人挺亲切的，不像第一眼那么有距离感。可是可以感觉出来，他是一个很有自信的人。哦，应该是吧。他是教联会里面那么有名的老师，一定有他独到的地方啊。怎么啦，宇轩？你好像有其他看法哦。这也许是我个人的成见吧。我对于慈济人、慈济的老师，总有一种莫名的排斥。到底为什么啊？也许是我从小活在我姐的阴影下，让我的内在自我被压抑太久了，而扭曲变成了天生反骨。我对于大家都去肯定或推崇的事情，反而不喜欢去接近，甚至会去放大那些负面的成分。可是这跟慈济人有什么关系？我刚来慈中的时候，我看到墙上贴了很多近思语。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则近思语呢，是说不要说人是非，否则伤人伤己，而且要多说好话，是非不要提。那有什么不对吗？不是那则近思语不对，是我在看那则近思语的时候，
我看到2位老师一面走呢，却一面在批评另外一位老师如何的。这么巧？是啊，而且那2位还是教联会资深的老师呢。我当下就觉得你们慈济人真虚伪，把一堆标语贴在墙上，还一直推广近思语，自己却又做不到。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听你说曾老师是教联会的老师，我就……我懂了啦。其实我们可以不要把曾老师想成是教联会的老师啊，就把他当成是一个很有教学经验的前辈就好啦。说不定反而真的可以学到更多实用的武林秘籍。武林秘籍？对啊。昨天晚上曾老师还说，他先生都说啊，他是专门在学校里面行侠仗义的侠女。是吗？而且我觉得，其实你跟曾老师在某一部分还蛮像的。哪里像？像你们思路都很清楚啊，想得快，行动也快，而且都很强调效率，在某方面看起来都是那种女强人型的，不像我啊，做事情总是没有章法。觉得慈济人很虚伪。在课文里面，我们提到海马，海马是什么 ？Seahorse。那海参呢？有没有人知道海参叫什么 ？Sea cucumber。cucumber 怎么写？老师，你是雅迪的妈妈？是的，雅迪的阿公我住在医院，说想看看他，所以刚刚我跟学校请过假了，现在来收个东西，不好意思打扰你们上课。没关系，不用这么客气。走了。回家功课我再叫他打电话问同学。走了啦。周雅迪，站住！你凭什么叫我站住啊？你这不就站住了吗？你怎么对妈妈说话这么没有礼貌？向妈妈道歉。这关你什么事啊？你管得还真宽呢。老师，没关系啦，雅迪的脾气就是这样，我习惯了。这种事不能没关系。雅迪，不孝的人全世界得而诛之，而且今天是在我的教室里，你要是不跟你妈妈道歉，我就用校规不尊敬师长来处罚你。我不怕你以后不来上课，因为多一个学生或少一个学生，对我来讲没有差别。可是你要想清楚哦，不上课被记过或毕不了业，是谁的损失？弟弟，周雅迪，你今天要是不跟你妈妈道歉，就别想离开。有人觉得雅迪应该要向妈妈道歉的吗？雅迪，这是全班同学的感受哦。你昨天已经耽误了大家一堂课。难道今天还要继续这样，让大家都不能上课？Sorry， 很好，我听见了，很有勇气，不错啊。明天不要忘记来上课哦。大家可以把手放下了，谢谢你们。谢谢老师，谢谢大家。
弟弟，等我一下。好，我们继续上课。来，打开刚刚的35页。我们说海参，对不对？它是不是像黄瓜一样？阿公，弟弟啊，阿公啊，看伊伫澳洲转来，我足欢喜的，我的病就好一半仔加啊。阿爸，你看哦，弟弟回来啊，你敢毋是讲看到弟弟，你就答应要动手术，你袂当反悔哦。讲伫弟弟的面头前，绝对袂讲袂差的。弟弟，你讲对啊。啊，你飞机坐遐尼久，敢袂忝？我不累。到以后呗，那以后叫恁妈妈去外口买一罐物件来吃。我不饿，我在飞机上有吃过了。弟弟啊，你在这边陪阿公，爸爸去跟医生讲，阿公已经同意动手术了。哦。澳洲的天气安怎？听伊讲，毋是甲咱遮颠倒变，即嘛是寒。你个穿啊遮尼薄。我回家换过衣服了。阿公，逐工拢伫个笑脸里。即马英文，嘛讲爱写叫。比以前好。阿公，阿公，阿公！你看阿公，阿公怎么了？阿公，快点啊！阿公！哎，伯恩下班这么早啊？哦，你知不知道雅迪被他妈妈？我知道，雅迪被他妈妈带去医院看他阿公了嘛。我现在就是要去医院看雅迪阿公，我想顺便跟他父母谈一谈。既然每次都约不到，不如我主动出击比较好。祝你顺利喽！谢谢。弟弟，妈妈陪你回去。弟弟，等我一下。不要叫我弟弟了，好不好？跟你们讲几次了？好了，我忘记了。雅迪，我们一起回去。不需要，你们在这里陪阿公就好了啦。可是你一个人在家，我不放心。你们现在会担心我一个人啊？那我一个人在澳洲的时候嘞，我每天哭着打电话回台湾，为什么没人来接我？雅迪，你们高兴就把我送去当小留学生，我好不容易适应了你们，又要我回来，还要一直骗阿公。你们做这件事到底是为了我，还是为了你们自己的面子啊？雅迪，是爸爸妈妈对不起你。不过我们真的是逼不得已。如果不是你爸突然生意失败，我们真的撑不下去，也不会接你回台湾。那当初就不要送我去啊！我是人不是东西凭什么被你们用飞机送来送去啊？难道我没有说不的权利吗？雅迪，你不要这样说。不然又怎么说了？事实就是这样了。我真的需要什么？你们在乎过吗？我跟你说，我现在想要一个人，你听不懂啊！What's up, boy? What are you doing around here? What's going on? What are you doing around here? I'm sorry.
No, please, no! Please, sorry! I'm sorry! No, please, no! Sorry! I'm sorry! 爸，让我回台湾了，我要回台湾，让我回台湾了，让我回台湾！弟弟现在怎么会变这样子？你好，我是周雅迪的导师邱博文。雅迪会变成这个样子，我想我也要负一点责任。他从澳洲回来，我就没有跟他好好说过一次话。我现在一切都从头开始，我也没有时间跟心情去陪他，更不可能去了解他。我要从小培养雅迪啊，就是要有世界观，就算花再多的钱，我也要让他出国。没想到，雅迪他一点都不谅解，更没想到，我的合伙人他卷款潜逃。我的财产、事业，一夕之间全没了。加上我爸爸刚好又生病，这弄得我焦头烂额的，我真的一点办法也没有。我才会让雅迪回来。可是他回来以后，就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雅迪爸爸。我觉得雅迪他应该是有一点适应不良。像他现在的这个年纪的孩子哦，换个环境对他来讲是压力很大的一件事情。他会那么叛逆，我想他可能有很多的愤怒还有压力累积在他的身上。难道是我害了雅迪？也不能这么说。每个父母总是希望望子成龙嘛。只是可能有时候在沟通上面，或者是做法上面，有一点小小的失误。现在是我人生的谷底，我能不能爬起来，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怎么教雅迪？不好意思啊，雅迪爸爸，我可以了解一下现在家里的经济状况吗？本来啊，我已经一无所有，不过还好，过去生意上的一个朋友呢，他有一个工厂，他打算收起来，问我要不要接手。那是一个做铁铝门窗的工厂，当然跟我之前做的一个营造呢是有点距离。可是我别无选择，我就接手了。不过关于接手铁工厂的这件事情啊，我一直没有让雅迪的阿公知道。那我爸爸他也一直以为雅迪还在澳洲念书，我爸也一直以为我还在做营造业。我知道，雅迪他一直不能够谅解，为什么家里会经营铁工厂。可是，我能怎么办？雅迪爸爸，我看得出来，你还是想要给雅迪最好的。你放心，我有时间，我一定会好好开导他的。郑老师好。好，等一下，怎么了？不舒服吗？
他那个来了。哦，你要不要试试看热敷，或是喝点热巧克力，或是红糖水，都很有效哦。我们就是要去跟同学拿热巧克力粉。好，如果不舒服的话，记得要跟社妈说。好，谢谢老师。不客气。我答应过雅文。你说你生理痛，吃药了吗？老师会找时间去帮你买四物汤给你喝。曾老师，张老师，请问你要去市区吗？是啊，我要去买点东西。可不可以麻烦你载我去？哦，好，上车。谢谢。安全带。原来这些东西你都是要买给学生的。是啊，邱伯文老师是男老师，有的时候很难去关心到女学生这一方面的需要，更何况廖雅文没有跟妈妈一起住，我想这一方面我可以多做一些。玉轩老师，谢谢你今天载我，明天见喽。晚安。晚安。他为什么要对廖雅文特别？是因为廖雅文特别，还是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特别的老师？恁吼将这材料处理好势，今仔就较早转去休困啦。啊，这台明仔才处理啦。做什么啦？李二伯啊，什么啦？你关我音乐干嘛？音乐那么大声，讲话听得到吗？听不到不会大声一点哦。大声一点。那你外面机器那么大声，讲话听得清楚吗？
怎么不也一起关掉了？你饿不饿啊？我特别买了你最喜欢吃的。不必。那天啊，我听你妈妈说，你学校的英文老师好像挺有个性的啊。怎么样？你有意见哦？不是，我不是要说你，我是说有这样的老师呢，你应该跟他多亲近亲近。亲近？要我最好每天跟他打一架，是不是啊？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啦。我是说，这个老师这么有原则，我相信他可以教你一些做人的道理，教你是非对错。哼，是非对错，那应该是你去啊，看看他会不会教你什么叫做诚实啊。哦，是问你一声啦，我明天不去阿公那里，不要叫我再去当骗子。我们刻意隐瞒这件事情，就是为了阿公好。我们就是不要让他知道你已经离开澳洲的这件事情，这叫善意的谎言。你把它扭曲成什么样子了？哎，是谁在扭曲啊？说谎就是说谎，哪有分什么善意不善意的？骗人是什么好事啊？你还想继续骗阿公？我可不要参加。如果你逼我再去，我就把所有事情都抖出来。不是我从澳洲回来的事，我还要告诉阿公，你早就不是什么董事长了啦，只不过是个工人啦。你说够了没有？怎么样？你恼羞成怒了是不是？你要说你这个老爸多了不起吗？我告诉你，不要再用威严压我。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我不会再受你控制，更不会怕你了啦。前几天，我跟你们导师在医院里聊了一下，他说你压力很大，是吗？关他什么事啊？如果一个人有压力，就随便找人出气，就表示你根本没有长大，是个大人。就算你有压力，你也不能随便找一个人来发泄啊。就像你学校的老师、同学、阿公、妈妈，他们都是无辜的。你可以冲着我嘛，就像今天一样，大家把话讲开了，好吗？好，你不要我们的关心，我们就不要理你。可是，你还是要关心阿公啊，你不可以不理他啊。阿公他的手术，反正，我希望你不要做出让自己后悔的决定。
Good morning, class. Sit down, please. 班长，廖雅文呢？他今天没来。他今天没来。好啊，来，我们翻开第50页，复习一下上次教的课文。Eric enjoys learning English very much. Eric enjoys learning English very much. 听说你在上其他课的时候，时常在看 science fiction。那又怎么样？没有怎么样啊。我要说的是 ，science fiction 倒是可以提升英文智慧的能力。如果你不想在上我英文课的时候自习其他的科目，我也可以让你看英文小说。注意，是小说，不是漫画。上次我们起冲突，重点不是在你看的是什么书，而是你看书时候的态度。你完全以自我为中心，不替其他同学设想的行为，犯了我的禁忌。所以我可以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可以在上课的时候自修其他的科目，或者是看英文小说。前提是，你看什么小说要先向我报备，我允许了才能看，而且不能在其他课堂上面看。干嘛要对我这么特别啦？因为我尊重个别差异啊。既然你是这么不一样的学生，我当然不希望你权益受损。相对的，你要尊重其他同学学习的权利，绝对不可以影响别人。怎么样？你要做出选择，还是继续和老师吵架？我要自由选择。Good， 那就请你自己排出每周1堂英文课你要自修的科目，或是看的英文小说。排定了以后就不能更改，每个月可以调整1次，这样可以吗？雅迪的问题处理到这里还算顺利，接下来我该采取的下一步是……雅迪被他妈妈带去医院看他阿公了嘛？我现在就是要去医院看雅迪阿公，我想顺便跟他父母谈一谈。既然每次都约不到，不如我主动出击比较好。不对，现在我是教育志工，不是雅迪的导师，我不应该一直急着去做什么。我的重点应该是协助邱老师。我不能把自己的角色混淆了。现在我是幕后推手，而不是那个冲锋陷阵的人。奇怪，雅文今天怎么没有出现？是啊。好。雅文因为陪阿嬷去看病，所以请假。雅文的舅舅不是没上班？那为什么要他请假？雅文说他小舅跟朋友出去了，阿嬷也习惯雅文陪。对了，邱老师，根据我这一阵子的观察，雅文的心地其实蛮善良的。虽然他跟同学相处的不是很融洽，这也许是因为他有心结，他觉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因为你不是说，雅文的妈妈除了寄钱回来，几乎没有回过台湾，而且他也没有见过他的爸爸。是啊，在新生面谈的时候，他阿嬷说，他妈妈会想办法回来，因为他很希望他能够好好的接受教育，所以想要给他一个最好的学习环境。对了，人文室里头不是有一德妈妈跟慈诚爸爸吗？可不可以请一德妈妈多关心一下雅文呢？有啊，但是雅文她总是很防备，什么都不多说。我想，基本上她好像是对人都不太信任。对人不信任的孩子，常常是爱太少了。这样吧，我先用我的方法试试看。
反正我也是个妈妈，看看能不能慢慢打开雅文的心房。反正是英文课，雅文都看得到我，说不定他对我比较熟悉，也就会比较没有戒心。各位同学，考试时间30分钟，现在开始作答。他们还在讲，怎么有这么多话好讲？像我，也是经过好几次阵痛才有今天的啊。 Who I am? I'm your teacher. Teacher? So what if you're my teacher? I don't care. 廖雅文没有跟妈妈一起住，我想这一方面我可以多做一些。他为什么可以当老师当成这样？如果当老师能够当到这样的话，那我也……邱老师，我现在必须赶搭回台北的班车了。这回的英文作业包括生字与课文，进度是第8课，要麻烦你明天帮我收作业本，放在我的桌子上。先谢谢咯。教育是长期的工作，需要一点傻劲，还有使命感，才能推动自己不断向前迈进。我的使命感来自对上人的感恩，我想为上人、为教育努力。我好奇，也期待，将来会从我们耕耘的这片田里长出什么样的稻子。雅迪承诺以后，英文课不会再干扰其他同学。我想他是可以更好的。接下来就看你的咯。就是因为有目标，有期待，所以眼前的挫折跟失望都不算什么。先生，麻烦你前面右转。哦，好。雅文，快上车！快！前面箱子帮我放下来。不行，为了你的安全，我一定要送你回家。你是慈济中学的聘任教师，穿着慈中教师制服，难道不是慈济的老师？可是，身为慈济人，不能让人家觉得你说一套做一套嘛，对不对？那我可以请你帮我一个忙吗？什么事？我相信，从我们踏进去开始，这一切将会随着良性循环而获得改善。雅迪，你出来一下。阿公，我笑是因为这是我最靠近慈济委员的一次，我竟然看到呢跟我印象中完全不同的一面呢。所以嘞，所以我真的被感动到啦。雅迪，我想，雅迪现在需要一段时间静静的沉淀。他跟阿公的感情不是很好吗？阿姑，你们东西吃完，垃圾不要放在桌上哦。你们要走之前，要把地板所有垃圾都扫一遍。雅文啊，你今仔是针对我哟。邀请家长到各个班级去分享各行各业的甘苦。这个方法比你直接告诉孩子你要孝顺体谅父母来得有效得多。虽然我只是个教育志工，但我觉得这个构想是符合慈济人文精神的，所以希望大家可以认同。我知道对你来说，这世界有一点复杂。我知道你肯付出，却不